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6月26号，星期一了。今天是第3个训练日，但是呢，调整一下，明天休息，后天周3，看看是去跟他们那个强度课。所以今天咱们回评论，因为昨天才决定的，所以昨天早晨没有通知大家，抱歉啊。这边的周末跟工作日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周末的时候，家周围的路都特安静，工作日就很繁忙。那换视角先回一个评论，就是日本也倒休嘛？不倒休啊，因为我是中国公司啊，客户也是中国公司啊，或者说按照整个公司的成员所在地，按照国内的假期休息，就这边的休息我是不休息的，比如这边他们特有的节日，好像很多国家都没有倒休这个事儿。我也觉得借这一天好像也不一定真的就那么的有用，就不如就那天放一天假不挺好吗？不知道啊，因为咱们想不了那么的，或者我想不了那么的深入，可能有各种考虑。有没有昨天早上闹钟没响的小伙伴？不过这对我现在不是问题了，我已经好些年没有用闹钟了，包括在那生物钟一旦形成很难改的，所以我也理解屏幕前很多没有晨跑习惯的小伙伴想试试晨跑的时候，那确实不容易。这边是一个特别大的寺院，还敲钟呢。这条路应该就是整个大阪算是比较宽的一条主干道，城市里。你们一会儿注意看我右后方，这个小姐姐每天在这儿能看见她来回的在快走，特别瘦的有点可怕。今天也不好那么多了，今天调整一天，2减慢跑。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回评论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今天就刻意控制速度慢跑，又来大阪城了。今天估计就10多公里就回去了。回评论啊，说连续1-2个月状态都特低迷。我倒没有连续这么长时间过，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状态不好。之前我也断断续续分享过，我面对状态不好或者今天有点跑不动，我可能2种选择吧。一种选择就是慢跑及完成训练，我还是会完成训练。另一种呢，就是在过程中，比方说跑到6-7公里或者7-8公里，冲一组。去年跑故宫好几次，东西华门荣耀之路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正好8公里，冲完以后，感觉身体就好起来了。有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吧，像业余爱好者的训练，包括我现在的训练，很多时候不是身体原因，更多的是精神原因，是一部分身体原因引发的精神原因。当然不适用于每个人，自己找自己的兴奋点。为什么心率139，说话还特别流畅？不知道啊。现在多少？现在146，因为刚才加了一下速超的那个人。心率这东西啊，就是跑得越多，你就会发现心率跟跑步这事儿就没关系了。当然，跑得少的小伙伴还是要关注一下。这顺便回答下一个问题，一位48岁的女性跑者就说手腕很细，戴心率带之前呢，心率总飘，但是她也不确定是飘还是真的高。通过您的描述，我觉得就是设备出问题了，因为手腕细确实是不太行。要关注心率吗？我觉得，如果您确定身体健康，
正常的成年人不需要太关注，看体感吧。你关注也没用啊。您说，就像您描述的，您希望跑到6分半的配速，或者跑到6分的配速，那心率180，你跑不跑？不跑。那好，那怎么办？那降到7分的配速先跑，等7分的配速能适应了再往上加，那不就这样吗？你的目标还是要跑到6分的配速，是不是？或者5分的？这就像说，我想今年的半程马拉松跑到115，那就得是335以内的配速啊！不管我能不能跑到，心率有多高，我总得想办法跑到。而且真的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跑得多了以后，心率真的没那么重要，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我也有过头天不得已，比方喝多了，第二天早上跑步训练的时候，或者说有时差没睡好，或者怎么样，这都有。但我确实没有发现我的心率有明显的变化。我就是冬天特冷，夏天特热的时候，那肯定是跟平常时候不太一样，但是看感觉呗。增加了跑量，从每个月80增加到了180，然后跑完以后，2个胯部疼，但是跑的时候没事儿。我不知道您描述的是，如果是肉疼，那再正常不过了，肉疼就对了，而且应该为了肉疼而高兴，说明它被刺激到了，它会变强大的。如果是骨头疼，这我不好说，我觉得不太可能吧。跑5公里就有点不耐烦，这个我也有。不瞒大家说，我这个前2个训练日的21公里，大多数时候就觉得怎么说呢，就是不耐烦了。你们看为什么最近我很少来大阪城不停的折返了？这折返确实太磨人了，还是跑不一样的路，一大圈有意思。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有人喜欢折返。但是不耐烦这个情绪谁都会有，马拉松就是这么一个项目，不光是训练身体，也训练心理，慢慢来。跑到8公里，突然大腿内侧疼，然后坚持的跑完之后还疼，这就是拉伤了，不期而遇的拉伤，歇2天就好了。也有小伙伴说大腿拉伤了，歇了1礼拜还疼。我的判断是，如果只是肌肉拉伤，大腿是恢复最快的，或者说您就这么遵循一个原理，哪儿的血管丰富，哪儿的恢复就最快。所以为什么像韧带这种损伤恢复的慢呀？它就是没有地方给它供营养。您这就是拉伤了，不是说跑了几公里没有加速就不会受伤的。我也有过，跑着跑着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一疼就拉伤了。这都是经历。热是热呀，北京这几天的气温，对吧？这儿也热，你们看我屏幕上的这是气温。最近又带回高驰解析它那个温度，解析 Stride 的温度的时候还没搞定。现在真的特别热，一身汗了，体感估计要将近30度吧，因为这边是个沿海城市，纬度有点像，感觉比上海偏北一点的那种感觉。老哥说这儿夏天挺热的，也得到40度。那对了，昨天老哥去北海道的函馆马拉松，跑了3小时01，给我发照片说特别热，大太阳。3小时01，总排名79，年龄组排名第3。年龄组排名才第3，这个我没有想到。我觉得这年龄组3小时01，可能排第1了。然后另一场奥运会那个赛道的马拉松，北海道好像是札幌，是8月份，那不得更热呀？碳板鞋对配速有要求吗？是不是530以外就不能穿？我觉得啊，
薄底儿的碳板鞋，多少配速都可以穿，你最多就是发挥不出来，路感还是有的。特厚底儿的碳板鞋，比方像阿尔法 Fly 那种，不要说530，我建议430以内训练配速的时候穿会比较舒适，否则的话不舒服。倒不是说你不能穿，能穿，没有不能穿的鞋，就是你跑着可能不太舒服而已。像科步那双，我觉得宽容度比较大，从5分半到4分到3分45吧都可以。再快，我感觉它在最快的那一点上，就像那天我说的，还不是那么激进。当然了，人家做鞋肯定是考虑更多的一个范围内，但是已经很不错，很不错了。那双鞋穿上就脱不下来。早上起来看佳明的手表，说 HRV 显示身体疲劳，还要不要跑？你超过他啊！你注意看。先插一句，这个老哥就是我说的跳着跑，虽然他不往起蹦，就是你们看他腿落地以后是故意往下坐了一下，就跟快走似的，而且还不是竞走那种快走。人竞走为什么快呀？那膝盖落地以后他不会蹲那一下，对不对？说手表的这个事儿啊，这些数据啊您就参考，没有不能跑的，真的没有。您只要是健康的成年人，真的没有。我从来不信那个，我只是说他告诉我今天身体状态不好，那我回忆一下是不是没睡好或者怎么着。如果都没有，并且我感觉良好，那就是他的监测有问题啊。如果碰巧确实是没睡好，或者说起来觉得特累，或者是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大部分时候我的最后2个训练日起来，他告诉我的恢复状态都不好，那很正常啊。你要都好，那你不就白练了吗？还用 WOD 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最近不用 WOD 了，因为它解决不了最新一代 Stride 的数据的问题。现在就用官方的 APP。怎么看待年龄？说50多岁，快60了，想开始跑步，还能不能跑得很快？你们看又在排队啊！看那天不是人家没排队，那天是休息日啊。那天不光他不来，星巴克也不来。我觉得，如果您是50岁以后想开始跑步，不要太考虑绝对速度跟成绩了，尤其是您如果没有运动基础。我并不否认有天赋好的人，但是可能性极低，想冲起绝对速度很难了。您要是打算锻炼的话，就坚持一个规律的训练就行。您说的70多岁在跑马拉松的，他要么是有常年的训练基础，要么就是有小时候的训练基础。当然了，那是我说的是70多岁跑马拉松有好成绩的啊。大多数就是正常完赛，正常完赛就很了不起了。70多岁啊，你们想想。行，差不多。防磨，对，最后还有一个防磨。防磨膏跟凡士林有什么区别？想省点钱，说实话没什么区别。防磨膏就是能维护的维持的时间比较长。如果您玩越野或者极限马拉松的话，像普通的马拉松都一样。你们看前面跑进那小伙，就是那天我跟的那个，就是这辆红色公路车的主人，在这骑完车跑步，骑完车跑步。哎，6月26号星期一清晨6点46，训练结束啊，跑了14公里，1小时09，平均配速4分55，功率202，心率140，步频200。今天有点刻意的压速度，就我说心率这事儿就是这样，你刻意压不刻意压，其实都差不太多。其实对我来说，130多、140多、150多、160多，没有太明显的，就是生理上的巨大的差别。
甚至包括比赛的时候，你们看我几场比赛基本都是170多平均，最后能冲到180。那个时候其实就像我平常跑速度耐力160、7的感觉，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不用想太多，行吧？明天歇一天，然后后天参加强度课，怎么样？行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都顺利，夏训也顺利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咱们下回再见。